罪人骊山征带人血洗81所轩辕封神殿，杀死1827名轩辕贵族，烧毁祖传神器，抢走宝库财物。以下犯上，罪大恶极。今天就在皇帝当年立下人族血誓之地，判你受千刀万剐、魂飞魄散之刑。我何罪之有？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，还不肯认罪，果真是炎黄1000年以来最恶的罪犯。往日这般重案，按规矩只需我大祭司与史正3人共议即可。今天就连镇魔神将和戍边万里的祝融元帅都来了，可真够热闹的。一介凡人单杀1800人，此子若是行正道，来我军中可谓先锋大将，可惜入魔了。本帅正好回朝述职，凑巧来看看这震动天下的大案如何了结。判得好！一介人族竟敢屠戮轩辕贵族，就该是这个下场。贵族可笑！轩辕族身居要职，坐拥9州财富，锦衣玉食，却使人族草芥蝼蚁，残害苍生。我只恨没杀够那些德不配位的畜生。今天你们杀我，18年后我若重生，照样见一个杀一个。祝融，准你监刑，但此案关系重大，等把他的罪状昭告天下。野人冤枉，求陛下明察。且慢，陛下，这样的恶人竟有这么多人喊冤，臣请求用山河社稷图照看他的神魂记忆。陛下，山河社稷图乃我人族圣物，可照人神魂，追本溯源。凡所照之事，皆是铁证。若有半句假话，圣图之光直接烧其神志，神魂俱灭。陛下三思啊！圣图100年未起，用则追溯所有关联因果，恐怕牵连之广，远超此案。两位大人这么一说，朕倒更想看看了。准，正好就让所有人看清楚，这个蚩尤余孽手上沾了多少无辜者的血，看谁还敢替他喊冤。山河社稷图显。3月初7夜，骊山征闯入封神殿，斩杀祭司4人，护殿守卫8人，共计12人。暴徒！祭司神官你也敢杀？蚩尤人就是野蛮，杀人放火，天生的反骨。以民事官，触犯轩辕铁律第1重罪，当诛。我没错，是这帮禽兽该死。喂，里头的安居税该交了。大人，这是最后的口粮了，孩子都快饿死了。就这点，3牙缝都不够。不过嘛，看你女儿长得还算水灵，没粮就拿她抵债吧。爹，救我！爹，放开我女儿，我跟你们拼了！爹。当年北境突围，粮草断绝，他身为蚩尤民，却援助过我军3顿饭。看见了，轩辕狗官抢走了最后1粒米，还要抢走人家女儿作乐。那也不是你杀人的理由。12个祭司守卫的命不是命吗？你们告诉我，我是杀人魔，还是那些让粮食发霉、把人当牲口作乐的大祭司是魔？前线多少兄弟因为缺粮，活活饿死，这就是你们整天挂在嘴边的天下粮仓，以备军用。等等，这祭司我记得，玄宗说他3年前押运军粮，力战饕餮，殉国战死，为何他还活着，在封神殿里欺压百姓？姬桓，你答话。那定是卷宗记错人名了，臣立刻彻查。若真有人中饱私囊，一定严惩不贷，请陛下明鉴。是记错了人，还是那批军粮根本没运出去？你们这些人把持权力，欺上瞒下，
朕早就知下面烂透了。但宗庙、贵族、军方的利益纠缠在一起，硬碰硬就会引发内战。骊山征这疯子疯得好，继续照，朕要看看这81座神殿到底藏着多少记错了的事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他连宗室子弟都敢杀，这是要造反。那3位是轩辕族的嫡系血脉，是我公孙家的子弟。他们不是孩子，他们是披着人皮的恶魔。哦，说说看。我赌100斤，3号那小崽子能撑过半炷香。我赌7号，别看他瘦，跑得快。我赌10号，他长得胖，半炷香时间老虎不一定吃得完他。只要时间到了，他没死，就算我赢。住手！山征哥，哪来的贱民？滚出去！守卫呢？你要钱吗？我可以给你很多钱，你别杀我！我父亲可是神殿大祭司，你敢杀我，我就让他。阿宝，那是我的阿宝啊！3年前你们就说他被怪物咬死了，我儿还活着啊！那神殿每年给我挣3万斤青铜，是我最肥的斗兽场，居然被这杂种毁了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！放肆！你为了救几个蚩尤贱民的孩子，就敢杀轩辕贵族，按律当诛9族。贵族孩子的命是命，我们蚩尤孩子的命就不是命吗？就活该被猛兽撕碎，取乐吗？每年各族百姓供奉上来的青铜祭品，最后由你公孙氏管理。朕查过，你们家族每年从各地封神殿抽取的钱财，足够养活我边疆大军整整3年。你方才说的律是轩辕的律，还是你们公孙家的律法？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这些年北境连年大旱，东海飓风不断，国库空虚，是臣用自家钱财填补亏空了，请陛下明察。所以你用赃银做了干净事，还想朕夸你不成？你放屁！东海飓风那年根本没收到1分救济款，我奶奶就是那年饿死的。哦，那些本该铸造礼器、修缮神殿的青铜，现在何处？你的钱又填给了谁？陛下，每一笔都有账册可查，臣立刻。不必，让圣徒照照你的库房，自然清楚。蚩尤后裔必须压住，才能太平。可那些东西真的能永远瞒下去吗？那是陛下，圣徒一日只能看1世，不能多用途啊。这样啊，那还是史正熟悉圣徒啊。不对劲，人皇今日很不对劲，这分明不是在审罪犯啊，是变着法审我们啊！看来是瞒不下去了。将军，这是本月的损耗补偿，3000斤上等青铜，按您吩咐已熔铸成金饼，印记都抹干净了。最近刑天那司查得紧，告诉公孙玄，下批报废的300套山文甲得先压着。将军说笑了，我家大人词都替你想好了。将军朝会上就说，北疆武备亟待加强，蚩尤余孽恐有异动。这话一出，兵部拨的青铜不就多了？咱们报废起来，不就更方便了？为了补军饷窟窿，安顿那些战死兄弟的家乡，不如趁机坦白，至少能保我麾下将士们周全。这审的到底是骊山征，还是我们？陛下这是借题发挥，要收权了，不好。蚩尤遗民需要先学习礼仪，懂得尊卑秩序，待其心性驯化，方可授以文字。狗官，我们蚩尤人的识字沙盘、历史典籍、英雄故事早被烧光了。你们说，蚩尤下民贱种，不配读书，只有轩辕上民才配读书识字。
此乃分而治之之策，蚩尤不足，汉有难驯。错，这是用我蚩尤族人的血和骨垒起来的江山。今日我骊山征就掀翻你这血海滔滔的江山！不好，快拦住孽种！那玉佩，那纹药是蚩尤战神血脉觉醒了。这个字念和，人人有饭吃，就是和。爷爷，蚩尤的蚩怎么写？这靛蓝染得好，下次我带中原的陶器来换。多带些盐巴吧，山里缺这个。修和神，阿草。不！史正，这些蚩尤族人的山岳纪年、草药谱全烧吗？字只能有一种写法，史只能有一个声音，烧。不要啊！我们的字，我们的史。蚩尤蛮夷也配执笔写字，字里有道，史里有兵。你们蚩尤人学了字，就会写自己的史，算自己的仇。那是你们轩辕人心里有鬼。字是神器，岂容你蛮夷沾染？蚩尤生来悍勇，若再通文墨，这天下还要乱。几百年来，分而治之，尊卑有序，才是万事太平。你们把孩子扔进斗兽场叫太平，把人当畜生叫太平，把人殉葬叫太平。野蛮之族，赏饭已是恩赐，别不识抬举。仓颉，你烧的那些根本不是书，是活路，是我们孩子治病的活路，是我们老人有饭吃的活路，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活路啊！大胆孽种，竟敢挣脱困龙钉！如果把我们蚩尤的文字和历史都烧光，那你们1000年前逐鹿之战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全杀光？为什么要留下活口？这跟灭族有什么区别？放肆！陛下，你其实根本不想杀我，对吧？否则你不会把满朝文武都叫来搞这场公开审判。有点聪明，骊山征，朕看了你做的事，你杀的确实是该杀之人，但你用的是最蠢的办法。我们蚩尤人没钱没权，除了命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拼？朕要的天下是轩辕与蚩尤同堂读书，是人人都有活路，是律法平等。你可是人皇，你的话不就是律法？人皇，朕的权力早被架空了数百年。神殿、财阀、史官，甚至军方，他们各自为政，盘根错节。朕的旨意出宫门还剩几分？告诉朕，你掀起腥风血雨，最终想要什么？是想自己坐这个位置吗？不，我只要为族人杀出一条活路，一条不被当牲口，能吃饱饭，能有尊严的路。这么久的对话，现实中居然1秒不到，这就是人皇之力吗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试探我？陛下，此辽凶性已暂时压制，是否继续以圣徒查验其余封神殿罪证？依序该看第3座了。不，跳着看。
朕不想听故事，看看第5座，还有第9座。要命！陛下今天根本不是要定骊山征的罪名，他是要借这把刀把我们都剐了。审判有变，速调我神殿司军精锐前来血誓岩外围隐蔽，听我号令，以防万一，随时准备清君侧。陛下，请看，这是要灭我全族的征兆啊！这个疯子心里哪有半点对生命的敬畏？他就是想用我们轩辕子民的血来浇灌他蚩尤的战旗。证据确凿，骊山征意图谋反，这正是他血祭我轩辕族，妄图自立为王的铁证。陛下，这人若是不杀，我们整个轩辕族都要被他灭族啊！放屁！我从始至终只想为我族人讨一条活路，什么时候想过造反当王了？什么时候想要灭族了？你们是不是忘了，这山河社稷图认的始终是朕的血脉？原来是这样，陛下要的不只是真相。陛下，这定是妖法幻象，是蚩尤余孽临死反扑，污蔑我们这些忠臣。哦，圣徒召。骊山征必须死，而且必须让他死得像一个十恶不赦、妄图颠覆轩辕江山的反贼。舆论与实笔交给我。山河社稷图虽是人皇至宝，但我执掌巫世间100年，以秘法短暂蒙蔽圣徒，可以做到。妙哉，里子面子都要周全，物证、人证、动机链，我去安排。届时铁证如山，由不得他不认，也由不得旁人不信。神殿护法军都给我出来！用奸臣蒙蔽陛下，危害国家，入朕清君侧，护国本。这军队是要谋反？不好，大祭司司军兵变5000甲士埋伏于朕的血誓岩外，朕今日若不听3位忠臣之谏，这刀锋是不是就要架上朕的脖子？陛下，轩辕与蚩尤天生尊卑有序，若让他们与我们平起平坐，不出3代，我轩辕正统必将被这群悍勇野蛮的余孽吞噬殆尽，1000年基业毁于一旦。陛下，1000年来蚩尤为奴，轩辕为主，此乃天地定序，人伦纲常，一旦颠倒，便是乾坤倒悬，天下大乱。请陛下清醒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对他们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一派胡言！一旦众生平等，你们这些蛀虫就再也无法再敛财，才是真。今日起，朕的江山再无奴隶，朕的子民轩辕蚩尤皆为手足，同享律法。这吃人的旧俗到此为止。说得好，轩辕的天遮不了蚩尤的地，你们吸血的奴隶传统今天到头了。今日朕与蚩尤后裔并肩，轻拂朽，正纲纪。军械坊的弟兄们，还有所有被这群蛀虫克扣过粮饷、坑害过同袍的将士们，看清楚了，谁才是真正在吸我们血、挖江山墙角的国贼！随我护驾，平乱！蚩尤的兄弟们，今天陛下站在我们这边，不是为了复仇，是为了夺回我们被偷走的一切——土地、名字，还有做人的脊梁。随我清蛀虫，立新天！杀！给我杀出去！杀了那个昏君和贱种！聒噪！陛下有令，轻拂朽，挡路者滚！饶命啊！全部拿下！
及赵一，剥夺仓颉史正之位。焚书案交由镇乱司彻查。2. 查封神殿地库，姬桓禁足候审。3. 公孙氏全族下狱，彻查贪腐。命刑天为镇乱司正统，骊山征为副统，彻查100年级案。骊山征，领旨。史正大人，住的还习惯吗？成王败寇，何须多言？以为扳倒我们几个就能改了这千年世道？认得吗？你3年前在青州烧的蚩尤盟书，蛮夷陋闻，混淆正统，祸乱人心，该烧。尊卑有序，文明才能传承。若人人识字，天下必乱。翻到第17页，画着画的孩子叫阿草，7岁。你烧书那天，他躲在柴堆后哭，因为刚学会写好朋友。年初他饿死了，因为粮食被你们的人抢光了。狄大人，祭司悬余党劫狱。仓颉，我这辈子定了8000字，修了300卷史，我以为我在守文明的正脉，可这孩子写的比我正啊！我守了一生的正，原来是堵了千万人的生路啊！仓颉，你撑住！拿好言灵玉，我仓室密库的钥匙。蚩尤7万卷书，我都留存了一份，替我让轩辕的礼和蚩尤的勇在同一张纸上活着。罪臣史正仓颉，拜托了。史正仓颉，癸酉日，卒于镇乱司地牢。参征，出大事了！姬桓那老贼还有后手，有怪物劫狱救他。刑天将军带人拦截，战败身受重伤，危在旦夕。快随我前去支援！什么？刑天将军战败了？就是这，我的人说刑天将军惨败。战帅李统领，刑天将军在营帐里。你还活着？谁跟你们说我死了？我就是被砸晕了一下。你可是镇魔神将啊！什么东西能把你伤成这样？不是东西，是一团会杀人的黑雾。我的斧头劈进去，像劈进棉花一样，一点劲儿都使不上。他反击时，我明明挡住了，却像被一整座山砸中，胸甲瞬间碎了。大祭司姬桓呢？被那团雾卷走了，我连他的脸都没看清楚。但公孙玄那老贼被我们的人拼死截住了，他一定知道，去问他。说，那怪物到底是什么？怪物，那是我们封神殿偷偷供奉了1000年的护法神，是初代大祭司与上古邪灵定下契约，一代代用活人精血和罪孽喂养出来的护法尊神。放屁！邪神就是邪神。你们根本不明白自己惹上了什么。大祭司之前给了陛下机会，只要乖乖坐着当个傀儡皇帝，天下就还是轩辕贵族的天下。现在晚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尊神一旦苏醒，就再也按不回去了。他会吞噬一切，重定乾坤。就凭你们，连刑天的蛮子都接不下一击，你们拿什么挡？等着吧，等着看你们拼命守护的这破烂人间被撕成碎片，等着天翻地覆吧！哈哈哈！姬桓老贼，你连我也灭口！不好，是姬桓的妖术。他们连自己人都灭口。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连刑天将军都败了，这根本不是力量够不够的问题。我们面对的东西可能根本就没有实体，是史无前例的挑战。冷吗？痛吗？绝望吗？可怜的守序者，看看你拼命维护的秩序带来了什么？背叛、囚禁、抛弃。商爷，你要干什么？混乱才是世界的本性，而我是混乱的化身，是熵增的意志。我能给你最纯粹的力量，无需再妥协，无需再权衡。不，你是邪魔，是邪神，混乱只
会带来毁灭。这可由不得你！毁灭，不是净化；蚩尤是混乱，轩辕叛徒是混乱，那个想打破千年平衡的人皇更是最大的混乱。他们都在阻碍完美世界的降临。接纳我的力量，去重塑一个绝对纯净、再无纷争的永恒国度。看啊，新世界没有低阶，没有反抗，没有意外，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。你将是这新世界的唯一神。清除、混乱、净化所有不和谐的源头，错的不是我守护秩序的心，是这世界本身已经扭曲腐烂了。给我力量，上演给我重塑一切，建立永恒新秩序的力量。何方怪物敢劫狱，吃我一斧！传朕旨意：第一，全城即刻戒严，4大城门落闸，所有百姓归家庇护，不得外出。第二，禁军巡防营全部上街，建立防线，优先保护妇孺，撤入内城。第三，镇乱司全员，放弃一切日常勤务，立刻出动，全力镇压城外尸变骸骨，凡有异动、趁乱作祟者，无论身份，立斩不赦。臣领旨。那边缺口更大，分一队人跟我去堵住，不然全城都要完。我们的命令是守好这段墙，你是戴罪之身，上头只说让你杀敌，可没说让我们听你的。外面都传遍了，就是你们蚩尤人触怒了上古什么东西，才引来这天罚血雨和尸变。蚩尤人当长官，我呸！跟这种屠夫并肩作战，晦气！谁知道他会不会背后捅刀子？都是报应啊，都是你们蚩尤人招来的祸，才引来这天罚。我儿死得冤啊！你们蚩尤人就是祸根。错的不是我们，是这吃人的世道和那些放出怪物的混账。我会证明给你们看。陛下，天降血雨，白骨横行，此乃上天震怒，降下天罚。为何震怒？正是因为朝廷新政乱了千年纲常，还重用那蚩尤屠夫骊山征，触怒天威啊！请陛下顺应天意，将那灾星骊山征绑去宗庙血祭，以平天怒。天罚，朕看是人祸。若按旧制，将一半子民视为牛马，这江山就能永固。荒唐！陛下，祖宗之法不可废，现在回头向宗庙献祭认错还来得及。够了！传朕旨意，祝融元帅即刻返回南疆，稳守国门，绝不容外敌趁乱而入。本领旨。刑天将军，朕与你密令，与骊山征彻查此次异变，尽快恢复天下安定。本领旨。9天玄女上神，人族人皇少昊，吾奉昊天上帝之命而来，尔等人族内斗不休，贪欲横流，压迫同族，今更以血雨罪孽滋养出伤眼此等混沌凶物。此物便是尔等族群趋向自毁与混乱的明证。人族本性趋向于分裂、仇恨、自毁，以偏离天道秩序，滑向混沌深渊。上神明鉴，此乃奸人作祟，非我族全貌，朕正全力清剿。辩解无用，天道只观结果。现与尔等2个选择，即天道净化，吾将洗净此界所有生灵过往记忆、爱恨情仇，重置为出生般纯净无知、无争无斗的状态。痛苦与罪恶，连同文明本身，一并归于虚无。那和人族毁灭有什么区别？
其二，自我证明，此伤人因尔等之怒而生，便由尔等亲手终结。若尔等能凭自身之力，将此混沌凶物彻底消灭，并永久封印，届时天道将承认人族有资格带着你们的记忆与缺陷活着。朕代表人族选第二条路，请上神与我1年时间。准。然时限一到，无论成败或伤亡失痛，都是此界。天道净化必将降临。都听到了，1年，这不是天罚，是天道给我们的最后考题。为了不忘却我们是谁，为了不变成没有灵魂的空壳，战！是，陛下。各怀鬼胎。陛下，刑天将军，不能再等了。光靠我们现在的方法，对付不了那个邪神商衍。我族人密报，蚩尤祖地血脉起源之地，那里有我们先祖留下的答案，说不定可以克制邪神商衍。朕准了，但你要明白，此刻盯着你的不只是商衍，朝中不少老臣视你为祸根，你的一些族人也未必领你的情，前路步步是险。我知道，但人族不能等死。这是30年前，我追剿叛军时，到过祖地外围，那里的路不好走，这图未必全对，但总比瞎闯强。谢了，将军。活着回来，你的命现在不光是自己的。连刑天将军都挡不住的怪物，蚩尤祖地真的会有答案吗？流民、土匪，不对，这感觉和姬环身上的一样。商衍，他的爪子已经伸到这么远的地方了，他在怕什么？怕我找到祖地？这就是蚩尤祖地吗？吾乃蚩尤守墓人乌罗。晚辈骊山征，蚩尤后人，为寻求对抗邪神大敌、拯救族人之法，特来祖地，请前辈指点。又一个被仇恨和那点可笑的使命感烧糊涂了的年轻人。前辈何出此言？我杀轩辕贵族，是为族人报仇雪恨；我反抗不公，是为蚩尤争一个未来。是吗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刀上那些贵族的血，是让你心里那团火熄灭了，还是把它烧得更旺，旺到你以为你骊山征就能代表所有蚩尤移民怎么想怎么活？我不代表谁，但我亲眼见过族人怎么被欺辱，我奶奶怎么饿死，那些孩子怎么被当成牲口。如果连反抗都不对，那我们蚩尤族活该世代为奴吗？你的愤怒是你自己的，族人的苦难是这吃人世道造成的。别用你那把沾血的刀去绑架整个族群未来的选择。蚩尤缺冲锋陷阵的莽夫吗？不缺，我们缺的是能在仇恨里还能保持清醒，知道为什么而战，战后又要见什么的人。你够清醒吗？不信，我不信先祖会愿意看到子孙永远跪着。愚蠢。先祖，您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战争从未结束，只是换了形式。刚才那是……他认可了你的血脉，你的不屈。
但也把最沉重的警告给了你。坟冢里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我族先祖蚩尤大人的残魂吗？不止他一个，是一群先祖，因为他们预见到了。预见到什么？预见到你们现在面对的邪神。孩子，你以为商眼是凭空冒出来的妖魔？错了，他的根比皇帝，比蚩尤大人，甚至比人族的历史还要古老。请前辈明示。传说在天地分开、神灵远去的时代之前，女娲用泥土造人，造人时分离出最清纯的灵气，也排出了最污浊混沌的残渣。那里面包裹着生灵与生俱来的所有恶念，贪婪、恐惧，想控制一切的欲望，自我毁灭的冲动，人心的黑暗面。没错，可皇帝一统人族后，为了确立绝对秩序，轩辕的贵族祭司们世代沿用最残酷的人祭，用战俘、奴隶，甚至不听话者的血肉和恐惧的灵魂去祭祀天地，展示权威，美其名曰供奉上苍。的确如此，所以他们该杀啊！可他们不知道，这些充满痛苦和怨恨的祭品是没有资格上达天庭的，无意中全都喂给了地底那个沉睡千年的混沌残渣。他被养大了，苏醒了，变成了今天的商眼。他不是怪物，他是被我们人自己的恶行养出来的恶果。所以，是我们自己千年的怨恨，造就了邪神商眼。没错，所以用刀剑杀不死他，哪怕强如刑天将军也砍不动，因为商眼本就是无序、崩坏、侵蚀本身。要对抗他，人族现在这点本事远远不够。那该怎么办？总不能真等到人类灭族吧？办法只有一个，找到文明诞生时人族三皇留下的火种。什么火种？伏羲先祖的火种。教理代表智慧、推演、建立规则的能力。神农先祖的火种。叫声代表治愈、滋养，让万物繁衍不息的力量。轩辕先祖的火种。教战不是指杀戮，而是守护真实之物的决心与意志。只要这三缕火种合一，才能点燃真正的人族盛宴。这盛宴有50%概率能对抗想要把一切拖回混沌的商眼。才50%？那还有50%呢？这是英龙大人远古遗落的鳞片，残留着一丝他的意志。用它，或许能听到天外之音。女之道是绝路，但人族想自己证明自己，难，太难。英龙大人，请指点我们，人族不能亡。小子，你身负蚩尤的战血，竟也得到轩辕战魂的认可，你是变数，但前路黑暗，寻三皇火种，需涉从极限之地，更要警惕人心。商眼最爱吞噬偏执与疯狂，击环只是一个开始。人族中那些被仇恨蒙眼或想借乱世达成私欲的极端者，都可能成为混沌的爪牙。人类羸弱，还请英龙大人助一臂之力。固守天庭监察，
无法直接出手，但若你真能点燃人族盛宴，向着天地证明人族文明的可能性，吾与同道自会为你们在天道面前争取一线生机。听到了，路指出了2条，都很险。一条是立刻动身去那些传说中的绝地寻找虚无缥缈的火种，另一条是马上赶回去帮陛下稳住快被商衍和内部叛徒搅翻的天下。无论你选哪一条，启程之前先想清楚，你拿起刀究竟是为了何物而战？为复仇，为权力，为了当英雄，还是为了守护未来？我想好了，火种要寻，但不是在现在。姬桓和商衍不会等我，少昊陛下只有1年时间，我需要回去和所有还能战斗的人一起，先稳住局面。明智、力量与方向，需在实战中找寻。去坟冢前坐下，试着与你先祖的战役真正沟通一次。我好像更明白了，战役不只是用来劈砍的，它也可以是一面盾牌，一种让敌人胆寒的气势。这力量源于一段悲壮的历史，用它更要慎之又慎。力量是工具，为何而用才是关键。晚辈谨记。这上面记着些关于三皇的古老传说，还有几处可能藏有线索的秘境方位，但年代太久，地图残缺，真假难辨，更是险地中的险地。乌罗前辈，让那些轩辕人看看，我蚩尤的后裔不只会舞刀弄枪，更要让天上那些上神看看，我们这些有爱有恨、会哭会笑，在泥泞里也拼命想活下去的人，到底有没有资格继续站在这片大地上活着？山征定不负所托。怪物！快跑啊！那是大祭司姬桓，他怎么了？受苦的人们，看看这污浊的人间，压迫、饥饿、病痛、离别，这些痛苦，你们还要承受多久？我来给你们一个完美的极乐净土，那是无上秩序之地，无痛、无别、无欲、无求。在那里，万灵归一，再无你我之分，只有永恒的安宁与纯粹。真的能结束世间一切苦难吗？没有机会吗？把你们的痛苦都给我吧，你们真正的灵魂将获得永恒解脱。哦，救命！救命！那不是解脱，那是……新秩序解脱，不再受苦。新秩序解脱，看多么纯净，多么有序，没有争吵，没有差异，没有混乱。他们的痛苦结束了，太美了！这般幸福将传遍每一寸土地，所有杂质都将在混沌中得到净化与永生。我就是带给你们幸福的神。飞哥传说此处商业污染加剧，可这不像被怪物屠过的样子。新秩序，新秩序，解脱，解脱，不再受苦，新秩序，解脱，不再受苦，新秩序，解脱。这不是尸变，这比尸变更可怕。蚩尤说，
你也来得解脱。是用术，是我，骊山正，醒醒，看着我。春妮姐，你醒醒，是我，山正啊！山正哥，快走！对，加入我们就不疼了，新秩序，解脱。李大哥，为什么要反抗？和我们一起，心就不疼了，肚子也不饿了。轩辕老爷们给过我们活路吗？没有，姬桓大人给了，没有痛，没有饿，多好啊！那不是活路，那是把你们都变成怪物。醒过来，我求你们醒过来啊！打晕他们，可然后呢？杀了他们，我做不到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放肆！这就是商言给的慈悲，把人变成行尸走肉，还美其名曰解脱。春妮姐，住手！谢谢将军手下留情，这些都是我儿时的乡亲。看清楚了，小子，这就是你现在要面对的东西。这些人，他们的心已经被绝望啃穿了，被商言塞进了别的东西。他们不是你记忆里的乡亲了。你现在那点愤怒和手软，在这里屁用没有。那我总不能杀了他们吧？他们也没有错，他们也是受害者。害他们变成这样的是绝望本身，是那个让他们活得猪狗不如，最后连魂都被骗走的世道，是姬桓那帮吸血的蛀虫，是那个用鬼话蛊惑人心的邪神商言。你的刀该对准的是制造绝望的源头，而不是这些已经被绝望吃空了的可怜躯壳。绝望的源头，蠢货！要是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，下次倒下的就不光是他们，还会有你，还有千千万万等你拯救的人族。还哭，等1年之期人族净化时，有你哭的时候。谢将军今日点醒我，我骊山正的刀从此刻起指向灾祸之源，再不向受难之人。末将来迟，请将军示下。把这些乡亲们都安置到村长府邸的空屋里，动作清点。他们都是受了害的苦命人，不是犯人，更不是敌人。遵命，还人时注意手脚，不得有误。将军，安置后如何看管？是否需加设辅佐？留5人看守，要心细的，最好是了解他们处境的蚩尤级兄弟。你们听好，关起他们不是惩罚，是保护。第一，防止他们再被那股邪念控制，跑出去伤害别人，也伤害自己。第二，更要防止外面还有的邪祟再来害他们。守住他们，就是守住我们弄清真相的可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誓死守将相信。原来这才是镇魔神将，他的冷酷之下藏的竟然是这样的担当。他分得清什么是该斩的祸根，什么是该护的百姓，哪怕这些百姓是蚩尤人。李统领，之前是俺们眼界窄，心里有疙瘩，对您多有不服，甚至暗中抵触。是刑天将军狠狠骂醒了我们。将军说，大敌当前，还分什么轩辕蚩尤，都是要掉脑袋的。从今往后，在这镇乱司，见您如见将军，您的命令就是军令，谁敢不从？军法处置，见李大人如见将军，令出必行。好，那我骊山正也在此立誓，必带诸位兄弟踏碎商言，还我人间清明。轩辕蚩尤并肩而战，并肩而战。一半人马跟我去西边，另一半人马跟着李统领去东边，保护百姓，扫清威胁。并肩而战，扫清威胁。东边的弟兄们跟我走，踏破邪祟，一个不留。遵李统领令。陛下，事实摆在眼前，那骊山正所到之处，邪祟不是更凶，就是异变。传说连大祭司姬桓都变得人不人，鬼不鬼，胭脂不是受了他这蚩尤凶星的煞气冲撞，
此乃天罚谕诏，请陛下立刻将骊山征下狱问罪，暂停所有新政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平息天怒，求得玄女尊上宽恕一线生机呀！荒谬！骊山征与刑天将军正在前线浴血奋战，清剿邪异，保护百姓。新政更是革除积弊，凝聚人心的出路。尔等在此空谈天怒，可曾亲眼去看过被邪祟荼毒的村庄？可曾体会过百姓的绝望？启禀陛下，北方镇乱司800里加急捷报，刑天将军与黎副统领已兵分两路，将黑石村、河口镇等多处邪异威胁彻底清除，受捕获村民已妥善收容，暂无性命之忧。看来诸位爱卿的消息有些滞后了。前线将士用命，后方却有人只知搬弄是非，阻挠国策。此事朕会记下。本激进旧贵族与姬桓势力确有暗中往来，他们提供情报，甚至可能包括部分物资，支持姬桓所谓的净化行动，而这背后似乎还隐约牵扯到岭南百越之地。他们想干什么？制造更大的混乱，让朝廷首尾不能相顾。无论最后是商衍吞噬一切，还是我们与商衍两败俱伤，他们都能趁乱攫取地盘，实现所谓复国。陛下，内外勾结，其心可诛，这也不是简单的邪祟之患，这是一场针对整个人族凝聚力的战争。外有邪神压境，内有贵族蠢蠢欲动，怀柔他们当朕软弱，强硬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时间真的不多了。陛下，破局之法我已知晓，在祖地时，守墓人乌罗曾言，欲对抗商衍，去寻回文明本源的三皇火种。三皇火种？细说。原来如此，这才是我人族真正的底牌，这才是玄宇所谓的自证。陛下，北方暂时稳住，但商衍污染在扩散，南境也不太平，有极端分子在蛊惑人心。两位将军来得正好，时间紧迫，朕已找到破局方向，但这需要你们豁出性命去争。山征从祖地带回关键信息，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姬桓和商衍，更是天道对我人族文明存续资格的最终试炼。试炼？不错，玄女给的1年之期就是考场，而考题就是我们必须寻回失落的三皇火种，向天地证明我人族拥有足够的智慧、仁德和勇气，分别对应伏羲族的离火、神农族的生火、轩辕族的战火，三者合一，方能定义人族文明，而非靠神灵施舍才能苟活。这要去哪里找？那可是神话里的东西。有线索，但尽是绝地险境。第一站便是寻找伏羲之力，据说线索在东海归墟附近的伏羲崖。此路必是九死一生，但唯有如此，才能打破内外困局，为我人族真正搏出一条生路。刑天、祝融、骊山征，尔等可愿为天下苍生，借此最终三皇试炼，去争这一线属于我人族自己的生机？刑天此生为战而生，为祸而死，此路纵是幽冥，愿为先锋。陛下，末将这把火早就想烧个痛快了，管他神火魔火，能照亮前路的就是好火。祝荣愿王，末将身负两族之望，义不容辞。好，那便以此身为舟，以此志为桨，为人族渡此劫波，开此新天。
就是那里伏羲崖。妈的，这龟墟风暴比卷宗里记载的凶10倍。管他多凶，劈开就是路。少废话，跟紧我，铁眼开道。山征，走。门是水的，却闪着金石的光，有古怪，不是蛮力能破的。看这光纹流转的轨迹，像是某种古老的密码锁，需要找到规律，用正确的节奏敲击对应的水柱，才能安全打开。不对，祝融将军，先别算，别打扰我。这种机关最重精密，一步错可能触发海啸或者乱流。你感觉到什么？杀意。那8根水柱，这更像一道考验勇气的战鼓关。战鼓，李山征，这是伏羲先祖的理智试炼，考验的是智慧与推演，不是你们蚩尤人打打杀杀的那一套。试试无妨，我来，千军破障。明天看看你干的好事儿。是鼓点，是战鼓的节奏，你们听。怎么知道是这个节奏？我不知道，只是感觉应该这么巧，像心跳，像战场上冲锋前的鼓。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伏羲试炼，不可能每次都靠你的感觉蒙过去。行了，门开了就进，少昊陛下还在等消息。试炼者，欢迎踏入伏羲掩天境第1世星诡异阵。获阵者可得理之碎片。这些棋子必须按照伏羲64卦的规律排列，可我只懂锻造打仗，卦象推演一窍不通。你们谁会？我只会排兵布阵，卦象那是祭司和文官琢磨的东西。我可能懂一点。你不是跟我俩一样只会打仗吗？小时候，村里的老爷爷，夏天的晚上，他总用树枝在地上画些奇怪的图案，教我们唱儿歌。3横是天乾，6段是地坤，阳宛是打雷，扣宛是山稳，中间段是火，上下段是水，上段下连是风，下段上连是泽。这就是伏羲祖师爷画的8个基本卦，代表天地雷山火水风泽。像军阵的8门，你接着说。有点意思，听你的。怎么排？天南地北定乾坤，雷东泽西要记真，风在东南火在南，水在正北山在东北蹲。这就是8个基本卦在罗盘上的先天方位。山阵居东北，稳固，风助火势，对了吧？对着呢，水火既济，水火交融的意思吧？错了，快移回来。先应战，不容护住山征，让他找解法。前3连，坤6段，震养鱼，艮复宛。不对，还有后半句，坎中满，水在中，离中虚，外空。我弄反了，水火既济不是硬凑，坎水要重满，必须放在阵心；离火要外空，必须放在阵眼。水和火不能挨着，要隔着土来调和。也就是艮和坤隔在中间。八卦通幽，星轨程序，第1是通过，次理之碎片推演。爷爷教得很好，伏羲老祖文化不能断。我以前不懂，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先祖到底有多厉害。老祖宗的文化有人传承就好。第2是心向回廊，直面己心，照见真实。头，下次冲锋还记得再喊我。将军，俺娘说，跟着你，光宗耀祖，还没给俺娘丢脸。好的。
将军，打仗好冷啊，我想回家吃饺子。刑天将军，为什么活下来的是你？为什么带回胜利的不是我们？因为血债未偿，还有人需要我站着，是老夫对不起你们，是老夫无能啊！战帅，我不怕死，但我好疼啊！您教我们生火做饭时说火是暖的，可现在好疼，好疼啊！战帅，任务完成，这火够亮了吧？就是有点太亮了，我回不去了。我的岳凤帮我送给我娘。熄掉，求你们快熄掉！是我错了，是我没控住，对不起。山珍哥，你找到我爹了吗？他怎么还不来接我回家？黎叔叔，我学会写饭字了，能不能给我一口饭吃？阿草好饿好饿。大哥哥，老虎扑过来的时候好疼啊！你不是说会保护我们吗？我怎么还是被老虎？山珍哥哥，我们好冷。黎叔叔，我饿。大哥哥，我怕。看，黎山珍，你谁都救不了，你连自己都救不了，这就是你要守护的未来，连长大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你没用啊！哈哈哈哈！不，闭嘴！我能救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对不起，是哥哥没用，是哥哥来得太晚了，对不起。哈哈哈哈！制住他，别伤他。我知道。什么情况？你我二人联手，还压不住他毛头小子。这小子体内的蚩尤力量竟恐怖如斯。是他体内的蚩尤力量在保护他，我怕被自己的心魔吞了。黎山珍，看看我是谁，看看你身后还有谁。你的战场不在这里，在回廊外面，整个人族还在等你。刑天将军，祝融战帅。心向废墟，召见极度。第2式通过，赐理智碎片心念。下次发疯前，记得回头看看。老子不想再被自己人的刀指着脸。抱歉，差点伤了你们。得意什么？就你这三脚猫，离伤到我们还差得远。3择其2，一人入死，愚者得生，可得离种。放屁！什么狗屁规则？要出就一起出。刑天，冷静，这是伏羲祖师的最终试炼。规则就是规则，我们必须选一个最合理的牺牲方案。合理？怎么合理？抛弃同伴叫合理？那你说怎么办？3个人都死在这里就合理了。我们是来找火种救天下人族的，必要的牺牲是应该的。刑天，你就是没文化，这是数学题，3人中牺牲1个救2个是最优解。祝融战帅说的对，为救天下苍生牺牲是应该的，由我来进死门。不行，你小子逞什么能？老子活了上百年，够本了。你们俩年轻，路还长。你得了吧，我把轩辕大地走遍了，我进死门就行。正因为你们都想牺牲自己，所以我们3个人从一开始就都该死。还记得伏羲老祖的阴阳互根吗？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死门若真是全死，为何要特意标出来？它和生门并排而立，就像阴阳鱼眼。死门中或许藏着一线生机，但这生机需要全阴才能激发。你是说要我们3个人都选择死门，那不完犊子了吗？说你蠢呢，好小子！他说1人入死，没说只能1人入死。你按规矩来，那就死1个生2个；你不按规矩来，那这规矩必须保生的2人不坏了吗？伏羲老祖，看好了，这才叫人族的选择。定住！3个人一起。危机中计，破！短生死，担后果。第2式通过，赐理智碎片抉择，推演观天象，明规律，心念察己心，
知人情，决则断生死，但后果因至极则阳生，死至极则向活。尔等为弃彼此，方见礼之真谛。原来如此，礼不是冷冰冰的规矩，是让人心甘情愿共同遵守的约定。因为想保护彼此，才需要规则。规则是为了让想守护的人活得更好。理性若失了人情，也是最大的不理性。规矩成于众志，崩于私欲。人族之道不在独活，在共富。走了，小子，接下来该去找神农之声了。小子，跟我来。你看这片山河，在你眼里，它是轩辕的，还是蚩尤的？以前我会说蚩尤的，现在我不知道。我年轻时跟着皇帝打天下，那时候眼里也只有敌人和自己人，打仗就是为了赢，为了把别人的地盘变成自己的。直到少昊陛下告诉我，打仗最高的境界是为了以后不用再打。五字你会写不？一个戈一个指，指戈为武。你身体里流着蚩尤先祖最烈的战血，这是你的力量，但小心别反过来被这股力量牵着鼻子走。你得想清楚，你要用它来做什么？为了报仇，为了当英雄，还是为了别的什么？李之种已经拿到，按计划应该立刻快马送回都城，让陛下和众臣研究如何运用，这是最稳妥的办法。不行，那些被控制的乡亲身体虽然恢复了，但元气大伤，商演的威胁一天比一天大。我们没时间等，应该立刻南下去沼泽找神农之声。李克，你连李之种到底怎么用都没完全搞明白，你急着去下一个试炼，到底是为了人族，还是只是为了让你自己心里好过点儿？觉得多做点事儿就能少愧疚一点？你是这么想我的？我想的是大局，不是某个人，更不是某个族群的私心。祝融那老小子说话是难听，但他怕的不是你这个人。那他怕什么？他怕的是你拿到生之火种，甚至战之火种后，万一到最后关头，你选择只救蚩尤人，而把轩辕人挡在生路外面。这不是猜忌，这是任何一个统帅都必须考虑的万一。你身上扛着的已经不是黑石村几百条人命了，是整个人族能不能通过那场天考。我不会让那种万一发生的。祝融那家伙嘴硬心软，他刚才那些话不是在骂你，是在提醒你，也提醒他自己，这条路我们都不能走歪。走吧，回去睡觉。睡觉，明天再说。那里就是地图上标记的神农试炼地。这地方的图不止在沼泽里，你们感觉到没有？空气里有种比战场上的血腥味更刺鼻的味道。伏羲的礼试炼考智慧，神农的生试炼，看来考的是人心呐。应龙鳞片在市井了，这里就是瘴疠原乡。乌罗前辈说，此地被商演污染极深，已成文明死居。但最毒的不是沼泽邪气，真正要命的是这片土地和两村人心里世代血仇，互相憎恨。所以这次试炼不是打架，是当大夫兼说客。先进去再说，是骡子是马，总得溜溜。没得选，走吧。枯藤寨拜柳营的乡亲们，
我们是奉人皇少昊之命前来此地完成神农试炼。我们不是为了征粮，不是为了抓丁，我们来是因为这片土地，你们的家园已经病入膏肓，沼泽的毒和你们心里的恨，成了连上古邪祟商眼都最喜欢的养料。它正在把这里变成真正的死地。请大家先暂时放下手里的刀，放下心里的仇，一起面对这个想要吞噬我们所有人的真正的敌人。骊山征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谁？你跟着轩辕的皇帝当了大官，穿了官袍，现在跑来对我们指手画脚，呸！轩辕的走狗不配对我们蚩尤人发号施令。就是一个蚩尤贱种，披了身官皮就想来当救世主。蚩尤人自己就是最大的祸害，这沼泽就是被你们晦气污染的，滚回你的轩辕主子那儿去！我们不是来吵架的，再拖下去，这片沼泽的毒会要了所有人的命。我们就算死，也不用你来假好心。对，要死也是你们蚩尤人先死绝。你们轩辕人先被雷劈。都给我住手！蚩尤杂种动用邪术了，跟他们拼了！骊山征，你用祖宗的力量压自己人，你果然是叛徒。啊！我的眼睛，我看不见了，喘不过气了，救我娘！祝柔，用火烧开毒物。不行，这毒物里全是怨念和沼气，强烧会引起大爆炸，里面的人全得死。那我更不会法术啊，我又不是祭司。三位挡路了，让一下哦。这位是？别愣着，按住他肩膀，对，轻轻按。你们看，毒发作时疼起来，分轩辕还是蚩尤吗？用蛮力吓唬人，结果引动沼毒物害人，你们这救人的法子挺别致啊！我们奉人皇少昊之命来。知道了，跟我来。我叫张月，神农氏留在人间的后裔，我家世代守在这儿，不是守这片毒沼，是守人心最后一点活气。江姑娘，我们是为生之火种而来，你知道它在哪吗？火种？你们连这里的病根都没诊明白，就想着拿药方？病根不就是商眼污染和这片毒沼？想办法铲平或者烧了就行。看，毒在沼泽里，更在那些人心里，他们世代记住的只有谁杀了我爹，谁烧了我家，这份恨比沼泽底下埋的腐尸毒上10倍、100倍。那我们也不能替他们报仇啊！陛下已经下令让两族人人和平共处了。你们知道商眼最爱吃什么吗？就是这种发酵了100年的恨意。这里的人每吵一次架，每动一次刀，就像给沼泽深处的怪物喂一口饭。它越长越大，毒就越冒越多，毒越多，日子越苦，人就越恨，死循环。所以要治这片地，得先治他们的心。没错，而且得先治治你心里那股随时要炸的战毒。跟我来。周婆婆，今天膝盖还疼吗？我带了青木的草药来。月丫头，你来了啊！疼不疼的？有啥要紧？反正就我一个老不死的了。我儿子就是被你们蚩尤人用锄头活活打死的，他才15岁啊！就因为在沼泽边捡了点给我治病的药草，你们还我儿子！你们这些蛮子，还我儿子！我儿苦啊！婆婆，不是我。有什么区别？蚩尤族一个好人都没有。好啦，周婆婆，给我个面子好不好？要按时夫，您儿子的仇不该算在这位小哥头上。周婆婆，她说的。他说的都是真的，他儿子确实死在了蚩尤人手里，但这村子里也有蚩尤妇人死在轩辕人刀下，仇恨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痛，别人的痛都活该。阿腾，伤口还痒吗？不痒了，但是会梦见爹娘，但做梦时还会看见那把刀，看见我爹娘的血。什么刀？爹娘的血？
轩辕来的贵族老爷说我爹娘是逃奴，用烧红的烙铁烫的。那人说留个记号，让你记住反抗轩辕的下场。我要杀光那些轩辕贵族。愤怒治不好他的伤，恨意救不回他的爹娘。你想救这些人吗？那就先治好你自己，治好你心里那把见血就想烧的战毒，不然你和滋养着沼泽的恨意没什么两样。要按时间，伤口很快就会好的。各位乡亲，沼泽中央的腐心毒源已到崩溃边缘，3日内必爆发。要根除它，需2味主药，一个是枯藤寨独有的静心藤，一个是败柳营秘传的玉骨草，都在2位长老手中，缺一不可，必须同时入药。江丫头，我们信你医术，但要把族里救命草交给轩辕狗，还要跟他们一起制药。祖宗在地下都要骂我们没骨头。就是，谁知道这是不是蚩尤人的阴谋，想骗走我们的救命草药？我昨夜跟2位长老聊过了，严公和五把头说，除非有中间人，又能代表轩辕，又能代表蚩尤的中间人当众下跪，为100年来所有无辜死者道歉，否则免谈。他们要的不是羞辱，是一个能下台阶的说法。我来当这个中间人。你是人皇特使，是蚩尤血脉，却穿着轩辕的官袍。你是这里唯一同时被2边警惕，但也唯一可能被2边勉强接受的人。这一跪不是为你自己，是为所有被仇恨毒害的心开第一服药。我儿就是被蚩尤人的锄头打死的，我爹娘就是被轩辕贵族欺负死的。好啊，你要当这个中间人，那就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对着我们枯藤寨73户146个枉死的魂灵，对着败柳营那边200多个冤魂说，我们败柳营91户203个冤魂也听着呢。你说，正因互不信，才需要有人先走出一步。李统领，2位长老怎么做，全看你的表现。不许跪！蚩尤战士宁可战死，被砍成哨子，不可向仇敌屈膝。站起来！药性已激发，但此药缺一味药引，需10滴蚩尤人的血，10滴轩辕人的血，以自愿为气，融入药中，方能炼成真正的静心玉骨丹。腐心毒源，进！丹药起效了，但毒根太深，必须趁现在挖渠排水，
将沼泽引入江海，再种植静心藤和玉骨草，稳固地脉，才能根治。从这里开挖主局，轩辕兄弟从东岸，蚩尤兄弟从西岸，对着挖，在中线汇合。抓住了！同心协力，竟能激发地脉中残存的生机。快，继续，不要停！同心协力。怎么会这样？糟了，祖母笔记里提过，辅心之毒，为阳喜阴。太阳一落，它的毒性会加倍反扑，我们排水和种植的速度赶不上它夜晚自我滋生的速度。难道你我两族合力还是不行吗？看来这天杀的毒是斗不过了。谁说斗不过？江姑娘，这毒眼底下是不是有几条像树根一样四处蔓延的毒脉？白天我们清的是面上的毒水，根子还在下面乱窜。没错，毒脉是根源，只要有一条残存，毒水就能再生。刑天将军，你的意思是？那就不给他留根。骊山征在，用你的战文给我感知清楚，所有毒脉往哪个方向走？找到了，3条主毒脉交汇于正下方30丈，但它们延伸向东边大海。毒爪想重生，门都没有。刑天，你说怎么办？东海，送他一程，给他改条快车道。祝融，用你最猛的火，沿着沼泽东岸，给我烧出一条笔直的，通往东南入海口的深沟。石头烧化，树根烧穿。骊山征，你的战文不是能共鸣大地吗？配合我，等我斧头撼动地脉时，用你的力量把地下那3条毒脉的走向硬生生给我掰到祝融烧出的那条沟里去。太阳还有1炷香时间，就要彻底下山了，时间够不够？够！焚天辟道。老子动！挪过去！成功了！困了100年的毒沼泽，1炷香内排到大海了。做到了，真的做到了！乡亲们，请推到坑边，闭上眼睛，心里想着让这片土地快点好起来。神农遗泽，生生不息，你我心犬，换耳灵机，静心为辅，玉骨为基，一夜春风，万物生起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生之真谛，持此火者，当知生命如藤，守护为架，藤蔓攀架而生，架亦因藤而固，独藤一折，孤架一倾，为共生，方可立风雨而不摧。驴大哥，接着他认可了你愿意放下刀剑，弯下膝盖，亲手调和生命的努力。行啊，小子，这生之火种可是出了名的挑剔，上古多少神医大德都得不到认可，他肯跟你，说明你这趟没白跪，也没白挖泥。我就说这沼泽底下有名堂吧，我还发愁沼泽毒除了神农老祖的火种，上哪儿找去？没想到在这等着呢。白天那个法术代价不小吧？好
放了些本源精气，调养几日便好，值得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神农氏一直在找的生的力量。李大哥，等所有事情都了结了，邪神商言也灭了，你有没有想过之后要做什么？之后没仔细想过，大概回去看看族人，把黑石县那些地方都变得更富饶，然后看看陛下有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有就继续当差。就这样，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。我听说你们蚩尤的汉子很早就定亲了。以前光顾着打。你俩聊什么呢？说正事儿啊！三皇火种，我们已经拿到了伏羲之礼和神农之声，就差最后一枚，也是最霸道的一枚轩辕战火。根据陛下给的线索和乌罗的地图，战火最有可能沉睡在北境战神陨落之地，那地方是上古神魔战场，戾气冲天，也是当今商演污染最重、姬桓那帮邪徒活动最猖獗的区域之一。也就是说，最后一关，我们既要对抗最险恶的环境和敌人，还要在那种地方找到并得到轩辕战火的认可。没错，而且时间不多了，姬桓和商演绝不会坐视我们集齐三火，北境之行必是一场恶战。最后这把火怕是没那么好拿，不过有了这生之火，至少咱们受伤了能恢复得快点儿。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出发。江姑娘，这里就拜托你了，等我们回来。里面是安神的材料，还有一点我的祝福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这里不错，适合歇息，咱吃点再赶路。离席。是冲着我们来的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袭击我们？为了蚩尤的荣耀，杀光轩辕走狗，包括你这个叛徒。兵部专属暗记，还是最新制式的，好，好得很。这帮杂种爪子已经伸到我们枕头底下了。训练有素的死士，配着军制装备，扮成蚩尤叛军劫杀我们，这不是姬桓手下那些乌合之众能做到的。朝廷里有大人物在跟他们里应外合，想让我们永远到不了古战场。前有上古战场的凶险，后有朝廷内部的暗箭，这条路果然没那么好走。越是如此，轩辕战火就越必须拿到手。都打起12分精神，这里的每一粒沙子都吃过上古战士的血。冲啊！小心，虽然是战役幻影，受伤了照样流血。烧不干净，他们在吸收这里的戾气重生。右边又来了！该死，这些鬼东西打不完，他们连人都不是，越打越多。他们在消耗我们的攻击快压不住重生的速度了。这样下去，我们会累死的。这么打不是办法，得找到核心。那边那块碑是他在散发戾气，操控这一切。老子给你们开道，冲过去！这是黄帝战役残留的法则化身。我来！力已至汝之极致，然唯此力为何？为何？
为了拿到最后的轩辕战火。扇子带族人往东走，那边有条河，过了河就安全了。快！可是叔，别回头，记住，手里的家伙是为了让身后的人能活下去才拿的。雨雪冲破黑暗，凛冽风声被水一战，荒漠也未央。为苍生将星火点亮，在绝境里勇敢。平天地乱，徒步历经艰难，渔场也孤寂。我该怎么办？这身衣服，我是皇帝。陛下，各部已杀红了眼，再不制止，这片土地就要变成真正的鬼域了。但要让他们停下，只有用更快的剑，建立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矩。这一剑挥下，会背负万世杀戮之名，但若能用一代人的血换来后世子孙不再枕着刀剑入睡，这骂名我背了。为了统一，战！你要干什么？既让我感受到蚩尤战士保护族人宁死不退的悲壮与愤怒，又让我感受到皇帝终结乱世、背负千古骂名的沉重与孤独。两边都那么痛，都那么对，为什么非要杀个你死我活？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？好疼，脑袋要裂开了。现在回答我，汝之战为何？山征，山征！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发疯？轩辕的战神刑天，轩辕的火神祝融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孩子，你傻了？你明白啥了？涿鹿战场上，皇帝陛下，您举起轩辕剑的时候，剑尖指向的不是蚩尤大人这个人。蚩尤先祖挥出战斧的时候，斧刃对准的也不是皇帝陛下您这个人。你们那时真正想劈开、想砍碎的，是饥饿，是混乱，是让人活得像牲口，看不到明天太阳的绝望本身。哎呦，有点东西啊！这孩子战场悟道了。所以我的答案是，我离山征今日之战，不为复蚩尤之仇，不为扬轩辕之威，我为终结那个不得不战的时代而战，为让每一个轩辕孩子，每一个蚩尤孩子，每一个有幸活在阳光下的人，将来都能自己选择为什么而活，而不再只是被迫为什么而死的权利而战。守护选择的权利，就是战的意义。那是皇帝战役。这是蚩尤大人的战役，他们在认可同一种东西。山征，你小子真悟道了。此乃轩辕战火，战非为毁灭，而为护火种不息。执兵者心当存世，以手中刀，手伸后路。小子，你得到了2位战神共同的认可，这印记它能凝聚战意，化意志为盾。上古传说里，只有真正为守护而战的人，才能唤醒它。我能感觉到轩辕战火的力量很强。伏羲离火，神农生火，轩辕战火，3皇的火种竟真的在你一人身上齐聚了。我能感觉到你体内的力量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环，它们不是孤立的，它们在彼此共鸣滋养。3火集齐，毁灭邪神商业，拯救人族，有希望了。回来了，带着救世的3皇神火回来了。哇，他胸口在发光，他是蚩尤英雄，人族英雄。明日一早，我们就去祖地。巫罗说过，3火合一，方能点燃人祖盛宴，那才是对抗商演的真正希望。今夜好生休整，小子，你肩膀上的担子比山还重了。明早咱们去跟陛下禀报完就出发。李统领，你是我们的骄傲，一定要拯救人族啊！放心吧。赵公，还有诸位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请看，这便是新秩序下子民应有的模样。姬桓大人治下有方，
令行禁止，效率惊人啊！只是他们看上去怎么好像没了魂儿？这与傀儡有什么分别？傀儡，赵公，你错了。你看他们可会因分配不均而争吵，可会因劳累而偷懒，可会因私欲而背叛，可会因恐惧而退缩。的确不会，可是他们也没有思想啊！这样的人，旧时代的人性充满贪婪、懒惰、嫉妒、猜疑、恐惧，正是这些杂质导致了压迫、战争和无穷无尽的痛苦。而我替他们剔除了这些杂质，这不是剥夺，是进化，是赐予他们永恒的平静与绝对的安全。这就是完美秩序，永恒安宁。佩服佩服！大祭司原本就是我等榜样，现在得了商演的能量，更让我等五体投地呀！启禀主上，清河镇3000居民已全部接受福音浸染，苦雨村5000居民今日同化已完成。很好，终有一日，整个人间都将是完美的极乐净土。乌罗前辈，我们来了，3皇火种集齐了。竟真让你们集齐了，比老身预想的快了整整数月，1000年来从未有过的变数啊！前辈，事不宜迟，该如何点燃盛宴？1000年来，从未有人集齐过3皇火种，也从未有人尝试点燃盛宴。古卷只记了需纯血为引，却半个字没提怎么引。这一步是点燃人族希望，还是把自己炸得灰飞烟灭？没人知道。再闲也要试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好，有这份气魄，才配点着盛宴站过去。刑天、祝融，退到圣坛界碑之外，待会儿就算天塌下来，也不准迈进一步。以无首目人乌罗残存之寿元为引，沟通祖灵，唤醒沉睡的战血。坚持住，感受你血脉深处的呼唤。不对，火势太野，拧不到一起，要炸了！不行，人族。挡不住了，这些东西杀不完。结阵！刑天，他们的弱点是胸口核心，但被骨甲层层保护，那就砸烂他的龟壳。击还这杂碎，尽弄这些鬼东西！哎呀呀，我珍贵的作品被你们毁掉了呢。没关系，现场补充就好。迷途的人们愿意放下这痛苦不堪的自我，去极乐净土获得真正的永生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太感动了，我爱你们，你们是我最棒的孩子。
山征，发什么呆？动手啊！他们已经不是人了，快躲开！我不要！片刻前他还只是一个……不，山征！就这样吧，杀了他们和祭还上演有什么区别？都是屠杀，我下不去手。山征，醒醒，那是自己人，他被那人族盛宴反噬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！多么美丽的火焰，既想当救世主，又压抑不住毁灭的本能。李山征，感受到吗？你我的力量本就同根同源，你越愤怒，越痛苦，就越接近真正的我。欢迎走向混沌。不对，李山征，你体内的人族盛宴并不肮脏，但它正在被你的恐惧和愤怒污染。江姑娘小心，她现在敌我不分。八皇当年团土造人，分离清浊，清气化神，浊气成魔。而最混沌驳杂的部分残渣，凝聚了所有贪婪、恐惧、毁灭本能的种子，被深埋地心。人族盛宴是以三皇正道为基，但点燃它的过程，无可避免地引动了深埋于人族血脉源头的混沌残渣。你是说人族盛宴里有商演的东西？哦，又来一个有趣的。神农氏的气息，想用你那点微末的生之力对抗真正的混沌吗？可笑！人族盛宴是双刃剑，它能照亮前路，焚尽邪祟。但若持剑之人内心动摇，被黑暗的情绪吞噬，尤其是你现在这种无法挥剑的痛苦和自我怀疑，它就会反噬，就会被那混沌残渣趁虚而入，将你拖向毁灭的深渊。那该怎么办？别硬来，你现在还驾驭不了它。这样吧，既然堵不住，那就把它引出来。会伤到自己人的。嚼碎它，它能暂时放大你对能量的感知，然后别想着控制，想象把那股想要毁灭一切的冲动，像扔石头一样，全部扔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。给我出来！氏的女生竟然能用这种方法引导出如此纯粹的毁灭，她比我想的还要棘手，而这小子会开出比我更完美的恶之花的。现在硬拼，逼急了，他或那女人反而可能失控，打乱我的计划。全体撤！感受到了吗，李山征？那股在你心底咆哮的、想要吞噬一切的黑暗，你终将成为比我更完美、更强大的混沌容器。我等着那一天。民女神农氏后裔江月拜见陛下。陛下放心，江月是自家人，帮了我们不少忙。江月姑娘早有耳闻，不必客气，快进来。时间不等人，这是应龙大人以秘法传讯。九天玄女感应到人族疆域内混沌力量异常暴涨，既有机环所为，亦有祖地爆发的特殊高能反应。玄女判定人族已失去自我控制，商演完成证明的能力，天道进化的最终实现被强行提前。情况比朕预想的更糟，没有时间了，3天，我们只有3天。与其在这里等进化降临，不如主动出击，直捣黄龙。那还等什么？直接杀过去！我备好了醒神草香囊，能微弱抵抗城中弥漫的商演精神能量侵蚀，并掩盖我们身上过于鲜活的生气。潜入之后分头行动，朕会亲率黄林卫精锐，在永济城南面高地布下遮天阵，以人皇气运最大程度干扰机环的感知，为你们争取至多1个时辰的宝贵时间。好的，陛下。李山征和刑天，你2人带领镇乱司精锐，任务最险。潜入后直扑城市中央的商演共鸣核心，不惜代价摧毁它或斩杀机环。行，有路就行。老子这把斧头早想劈开他那张青铜脸了。
呢？祝融和江月，你们从侧翼配合，寻找机会解救被控民众，破坏次级节点，制造混乱，牵制其兵力，务必保护咱的百姓，少伤亡。陛下放心，制造混乱在行。放心，交给我们。小子，撑住了！打完这一仗，老子请你喝最好的酒。记住，我们的目标不仅是杀姬环，更是要向九天玄女证明，人族有能力自己清理门户，掌控命运。此战非胜不可。遵命！你们几个都活着回来，出发！今日许，天光夜光不再受许。这鬼地方比阴曹地府还让人憋得慌。老子打过最惨烈的仗，也没见过这么让人心里发毛的。全城的活人都成了他养的提线木偶。看到了，姬环就在那里，和核心连在一起，不能再等了。按计划直接冲过去，打断仪式。好，你主攻，我帮你劈开任何敢挡路的东西。走。受姬环这老头子早知道我们要来，这是他布置在核心周围的活体守卫。对不起了，乡亲们。当我者死！镇乱司的兄弟们，为了人族，冲啊！山长，别被这些东西缠住，我拖住他们，你直接冲过去，目标只有姬环。你们告诉我，是杀人魔，还是那些让人不对劲，这破房子连个窗户都没有，守得比姬环老窝还严实，里面肯定有鬼。祝融将军是夺魂草的甜腥味，还有血髓藤的腐败气，这两种东西只在上古禁术记载里出现过，都是用来强行抽取、转移生命精华的邪物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管他什么草什么藤，鬼鬼祟祟准没好事。你躲好，我清理门口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血丝玉化，早已被三皇攻击的上古邪术。姬环他居然用活生生的孩子最干净、最宝贵的生命力去喂养，去催生混沌兽的胚胎，这样就能人工培育更强大、更可控的怪物，成为他最忠诚也最可怕的杀戮工具。姬环他简直畜生不如。计划有变，江月，你立刻想办法，能救多少孩子是多少，绝不能让姬环计谋得逞。明白，你小心。入侵者破坏圣域仪式，格杀勿论。格杀勿论，就凭你们这些连自己是谁都忘了的傀儡，也不打听打听祝融战帅的名声。江月，专心救孩子，这里的杂碎我一个人全包了。够了，你们这些打不死的虫子，打一夜了还不停手，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。你什么时候死，我们什么时候停手。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绝望，用那些最纯净的燃料为我点燃最后的升华。你要干什么？太多了，根本来不及。祝融将军，姬环的触手来了。姬环老贼，你喜欢吃是吧？喜欢吃人是吧？祝融战帅，不要！照顾好孩子们，还有
告诉李山征那小子，别忘了请我喝酒，击还老贼。本帅请你吃顿大的，吃了八荒尽灭。这力量，祝融，你竟敢！不，这不可能！这气息是祝融大哥，他在燃烧自己。祝融，你这莽夫！就是现在！你传，我死！我的力量，上野大人，我们终于赢了！老废物！连区区本源侵蚀都承受不住，也罢，老夫找到更好的容器了。我，山征，你醒醒啊，山征！给老子睁眼，山征！心时已深，所有人结阵，封锁广场，不能让商演完全苏醒。看啊，这就是你无能的领袖，沾血的屠夫，被遗弃的孤魂，痛苦吗？绝望吗？这都是你应得的，你谁也救不了，连自己都救不了，放弃吧，融入黑暗就不痛了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配。山征，看看我的手心，被荆棘割破过，被冻疮裂开过，可他还在为伤员敷药，还在种下新芽。生命就是这样，伤一次强一分。你给我醒过来！李山征，还记得你接旨时说的话吗？此身立处，即为防线，防线还没塌，战帅怎能先倒？你身后还有万千子民，站起来！把头抬起来！敌人还没死绝，你就认输了吗？我刑天都没认输。你心里那团火要是灭了，我现在就给你劈开这黑牢，你自己爬出来。小子，我的火可不是白烧的，这点火星是给你的燃料，别让它熄了。等等，不要走，不要！你看啊，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你的。不，他们是真的。我的错，我来扛；我的债，我来还。我的战场还没输。山征，他还在里面，但我暂时把他押回去了。商言本源于人族载体中突破灵界，审判结果，人族证明失败，天道进化程序启动。九天玄女给予最后仁慈，放弃抵抗，接受圣光净化，无痛无觉，如露水蒸发。人族宁可站着战死，绝不跪着消亡。蝼蚁之言，蠢儒等以最壮烈的方式湮灭。结阵，非常手段。朕翻遍所有先帝诏书，只找到一句：缴械之后皆为子民。哪一道旨意上写了要把人分成上等民、下等民？说了不准吃油人。陛下，我的命魂在此，拿去烧，烧了它，让我娘在天上能看见我。撑住！为了家里等我回去的马。山征，快想办法，这罩子撑不了太久。少昊陛下，你在燃烧生命本源。人皇本就该为子民燃尽最后一点光。李山征，一炷香，我只能抢到这么多时间。听见了吗？连天都要灭你们！放弃吧，把身体给我，我能撕开这破光。闭嘴！听着，那鬼东西在你身子里多待1秒，少昊和人族就离死近一步。所有人都在用命给你抢时间，要么现在把他逼出来干死，要么老子亲手帮你解脱。山征，你能赢的，就像之前一样。没用的，
都缠在一起了，逼我出来，那就先撕碎他的魂。刑天，说，帮我把他逼到绝路。山征，还记得咱俩第一次打架吗？你揍断我2根肋骨。翻到第17页。因为从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骨头比我硬，所以这次你给我咬牙忍住了。刑天，你要干什么？说，人皇等拆心，那沉默神将就该是撕开黑暗的那把斧头。以吾刑天之名，燃神歌，焚战魂，开山岳无间渊。不，你疯了！刑天，你连轮回转世的机会都不要了吗？这领域会烧尽你每一缕魂魄。那就烧！山征，看着我。阿月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记得吗？在青草坡，你问我最怕什么？我说最怕生命像野草一样，无声无息就枯了。现在我懂了，野草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我的生命不要无声无息的枯，我要它烧成照亮你的最后一把火。不，阿月，不要！神农氏禁术，生命礼赞，以我全部生机为祭，换人族一线圣机。这光，这该死的生命之力！镇乱司冲锋！头儿，下辈子还跟你混！镇乱司张平安，镇乱司刘满仓，儿子没给咱家丢人。人族新武，任务是阿月，是刑天，是祝融，是陛下，是陈大年，是所有没能回家的弟兄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点的。不，这不该是蝼蚁的火焰！终于结束了，
熵烟已灭，威胁已除，人族已证明。陛下，混沌本源商演，确认彻底湮灭。九天玄女，你看清楚了吗？这人族心火里都有什么？这里面有疼，有怕，有错，有悔，有不甘，但更有爱，有护着别人的傻劲，有明知道会死还往前冲的倔，有在绝望里生出的希望。清除一切混沌恶念，回归纯净本源，方为对众。既定之演算，天道进化终止。从今往后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兴衰更迭，皆是自取，尔等好自为之。赢了，我们人族赢了。来的是鹰龙大人。龙，是真龙哎！天道剑指，赤峰鹰灵，祝龙，舍身燃魂，焚尽污秽。各封二位，南冥火德真君，永镇南离，向万世香火供奉，护我人族心火传承，炊烟不绝。痛快！今天儿以魂为柴，焚暗轰鸣，诛灭无双。特封二位，斗战真君，征战神尊位。凡人族战役所燃，皆为儿之道场，万灵共尊，永镇永魄。李山正，你身负人族心火，挽狂澜于既岛，功莫大焉。天庭有界，神位虚席，你可愿受封，位列仙班，长生久世？多谢上神，但我神位不要，仙班不要，长生不求，我只要把江月还给我。神农尽数，生命礼赞，燃尽一切，魂飞魄散，寻常轮回，已无他之名。什么？然神农血脉生之根源，与那孩子无悔的守护之念，于虚无中奇迹般凝结，留下了此物。此乃生命原种，是他最后一点灵性所系。欲使其复苏，别无他法，唯有用你体内那融合了人族信念的心火本源，日夜温养，悉心呵护，须得整整3650个日出日落，一日不可间断，一刻不可疏忽。或许尚有一线渺茫希望，重聚形神。10年，我一天一天的等，一线希望足够了。三征，此战人族欠你的，倾尽四海也难以偿还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
万里封疆，世代王侯，国库珍宝，只要你说得出，朕绝无二话。陛下，臣确有一请，恳请陛下颁下圣谕，昭告天下九州，追认蚩尤先祖为华夏兵主战神，让后世子孙铭记我华夏文明之光，不仅源于轩辕皇帝的仁德与智慧，也源于蚩尤先祖的血性勇武与不屈。他们都是我华夏的源头，都是这片土地的英雄。他们的故事都该被传唱，都该被敬仰。好，好，说得好，朕准了。轩辕皇帝仁德昭彰，蚩尤兵主武勇彪炳，皆为吾华夏文明之始祖，共受万世之香火，同享千秋之祭祀。此谕即刻颁行天下，刻入宗庙，永志不忘。谢陛下。人族英雄，欢迎回来。两寨百姓商议过了，此地当有新生之名。阿月，日头起了，露水凉，给你暖暖。今天南边新修了水渠，东山坡开了片紫色的野花，像你以前裙子的颜色。忍忍，这阵风过去就好了。对了，少侯陛下前日走了，走得很安详。喝吧，不够我再去挑。天凉了，得多存点暖。不怕，我在。阿月，今天是第3650天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阿月，山铮，我好像睡了好久呀。可你每天说的话，浇水了，刮风了，花开了，谁走了，谁来了，我全都听见了。每一声都听见了。我回来了。